上一讲我们说到了讲日本历史避不开的战国时期，这个时期呢，从很多方面都对后来的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日本战国的末期，也出现了逐步统一的趋势。不过与此同时呢，日本做的却不是休养生息，而是突然大规模侵略朝鲜。作为朝鲜的宗主国呢，中国明朝政府自然派兵援朝。于是呢，继唐朝白江口海战以后，中日之间的第二次战争爆发了。但这场战争可不像白江口海战那样迅速地分出胜负，而是呢，先后打了7年，所有参战方都损失惨重。朝鲜遭受的损失呢最大，人口减少约20%，经济在之后的100年内都没能恢复。中国明朝的代价也很高，国库基本打空。而且明军主力之一辽东军严重受损，无力阻挡努尔哈赤领导的后金崛起，为后来的满清入关呢埋下了伏笔。日本军队当然也损失惨重，后来的200多年里呢，再也不敢对外用兵。所以你看啊，可以说这场战争没有一个国家是从中受益的。但讲到这里，问题也来了，日本怎么会突然发动这么大一场战争的呢？我们先简单看一下战争的情况。当时日本经过了长期战乱以后，出现了统一的趋势，一个强势的领主叫做丰臣秀吉啊，就扮演了类似中国秦始皇那样的角色。待刚刚实现基本统一，丰臣秀吉呢就派出10几万军队渡海入侵朝鲜。后来明军入朝作战，日军呢向朝鲜南部败退，经过几年的谈判和拉锯作战，丰臣秀吉病死，日军无心恋战，全部撤出朝鲜。这就是简单经过。那日本发动侵朝战争的目标是什么呢？你可能想象不到吧，并不仅仅要侵略朝鲜，更是要侵略中国，要吞并整个明朝。这个还不是任何历史学家推测的，而是丰臣秀吉在发动战争之前给朝鲜国王的国书中明明白白写的。而且这还不是他临时起意，在他还没有统一日本之前，丰臣秀吉就在给家臣的信中提出，我日本国要让大唐俯首称臣。特别说明一下，这里的唐指的是中国，而不是唐朝。你看啊，这就很有意思了。日本当时的人口估计是1200万，同一时期中国人口可能已经超过了1亿，面积更是远超日本。更重要的是，中国从隋唐以来呢，一直在整个东亚都处于中心地位，所以那个时候日本哪来那么大的自信，居然要吞并明朝呢？对于这个问题啊，后来很多日本历史学家把原因都归因于丰臣秀吉的个性，因为这个人确实很特别，可以说是日本历史上出身最卑微的统治者。但是个性极强，心里的条条框框也很少，所以呢，才会有这样异想天开的目标。但说实话啊，这只是一部分原因。丰臣秀吉其实也有一定的时机考。第一呢，他对日军的作战能力啊很有自信。此时他刚刚用武力统一日本，手中的军队在质量上和数量上都创下了日本历史的新高，特别是火神枪部队啊非常厉害。上一讲提到的3个批次的战术已经很成熟，在和中朝军队作战的整场战争中，日军的战斗力确实很强。一开始进攻朝鲜的时候，仅仅半个月左右就打下了当时作为朝鲜首都的汉城，大约2个月就打下了平壤。要知道啊，在当时的技术和交通条件下，这种速度已经非常惊人了。后来明军入朝才遏制了日军的进攻，并且在攻城战中夺回平壤。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明军和后来日军的一系列作战中啊，并没有占到什么便宜，双方损失都比较大。明朝人对此啊也有评价，说中国派遣的军队不少，再加上朝鲜本国军队，但我以2国全力不能置窝死命。换句话说，不能在战场上完全压倒对手。从这里啊，你也可以看出来，丰臣秀吉的这种自信虽然过分，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第2个理由就很有意思了，那就是他认为明朝的军事力量不行，根本打不过日本。他说啊，日本是弓箭坚强之国，而中国呢
是长袖国，是文弱的，所以呢，日本将向大山之压卵啊，轻易征服中国。那他怎么会有这种判断的呢？我告诉你，这是来自倭寇的经验。倭寇这个词你肯定非常耳熟，主要指的是明朝时期骚扰朝鲜和中国沿海地区的那些日本海盗。这个倭寇的成分啊非常复杂，和日本的战国时期很有关系。当时日本呢，因为连年战乱，那些被打败的封建领主，加上那些失去领主的武士，开始把从海上抢劫中国和朝鲜呢看作一条出路。这些人构成了倭寇的主体。但是你要注意，我们所说的倭寇里面并不全是日本人，还有一部分是因为明朝的海禁政策而断了生计的中国中小商人，这些人也加入了倭寇，对中国沿海进行骚扰和抢劫。为首的人叫做王直，有的材料呢写作汪直三点水的汪。据史料记载，丰臣秀吉在出兵之前就曾经仔细向王直的手下呢咨询明朝的军事实力。那些人就说了，明朝军力很弱，倭寇200-300人就可以在福建、江苏、浙江这些地方横行，而且很多时候啊可以做到全甲而归。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己方零伤亡。那这些话是不是他们忽悠丰臣秀吉呢？也不是。你知道啊，明朝整体的军事部署就是重北轻南，主力部队都在北部防御蒙古和后金。南方的军事部署啊，自然很弱，而倭寇骚扰的都是东南沿海地区，打的都是地方守备部队，几乎从来没有和明朝正规部队打过。而入朝作战的都是明朝在辽东这些地方的主力部队，所以日军一打就发现，根本不是倭寇说的那么回事儿，明军战斗力至少和自己不相上下。所以你看啊，丰臣秀吉得出这种判断，至少是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好，这两个理由，一个是过度自信，一个是看清中国，似乎是丰臣秀吉个人犯的失误。但你如果从日本历史整体看一下，会发现这其实并不偶然。就拿过度自信来说吧，日本一般在取得成功之前都是非常低调，而且拼命努力，但一旦取得成功以后呢，很容易自信心爆棚，甚至可以说是失控。在后面的历史当中，我们就会看到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俄国，在太平洋战争初期获胜，包括在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巅峰时期呢，他都表现出了类似丰臣秀吉的这种自信心爆棚，对自己的判断、对形势的判断都出现了很大的偏差。另外，看清中国这一点啊，也是这样。最典型的是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的时候，认为中国呢不堪一击，3个月就能灭亡中国，结果光是淞沪会战就打了3个月。所以说啊，日本当时之所以会定下征服明朝这样一种高不可及的战争目标，过度自信和看清中国是其中的2个重要原因。但我还要告诉你，日本搞出这种战争目标的背后啊，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而且呢，这个因素将一直影响到2战期间。那是什么呢？就是日本要仿效中国在东亚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我们在前面讲白江口之战的时候啊，就提到过，日本早在中国东晋时期就想把朝鲜半岛的百济、新罗等国呢列为自己的藩属。等到大化改新以后呢，一方面日本的国家建设上了一个层次，同时啊，他对中国儒家的华夷之辨，也就是华夏和夷狄的区分呢，吸收的也更加彻底。到这个时候啊，日本建立自己朝贡圈的想法就很系统了。我们来看一下啊，他把所有国家分为化内和化外2个部分，也就是教化之内和教化之外。其中化内肯定是指他自己，化外呢则分为3等。首先是邻国，这个邻国只包括大唐一个国家，潜台词是大唐和自己平等。第2等是藩国，就是给自己进攻的附属国，主要指朝鲜半岛的那些国家。第3等就是夷狄，指的是日本列岛周围岛屿的那些原住民。更有意思的是，日本那时开始偶尔把自己叫做中国，意思是它才是整个东亚地区的中心国家。
而到丰臣秀吉结束战国、统一日本的时候，这个朝贡体系的想法又来了一个飞跃，干脆把明朝的中国也纳入自己的藩国之地。所以你看啊，丰臣秀吉看似异想天开的战争目标背后呢，确实有着很深的历史根源，实际上就是几百年来日本建立自己朝贡体系的一个升级版。好，到这里呢，这一讲的内容就结束了。我们总结一下，日本的战国时期在丰臣秀吉这里有了终结的苗头，但统一还没有完全实现，丰臣秀吉呢就侵略朝鲜，甚至还想吞并明朝。这种想法的背后是日本想建立自己的朝贡体系。当然了，丰臣秀吉侵略战争的失败，最后让日本建立朝贡体系的想法呢泡汤了。日本被迫把这种想法搁置了200多年，而且退到了一个很极端的闭关锁国的状态。这就是日本最后的幕府时期，江户时代，也是我们下一讲的内容。